俄罗斯对乌克兰电力系统发起了打击，放这种大招为什么是刚刚下决心？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乌克兰呢，最近在哈尔科夫发起了反击之后，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那么赫尔松方向，乌军也采取了相应的军事行动，试图在赫尔松以北向南插上一刀，切断赫尔松的后勤补给线。这个行动如果取得成功，对赫尔松附近的俄军来讲威胁也很大。而且不管这一刀捅下去是否成功，都会让俄军很难从这个方向抽调兵力去增援顿巴斯。那么俄军经过了前几天的撤退，据称在二线待命休整的部队也紧急完成了状态转换，准备重返战场，可能在顿巴斯还有一场新的大厮杀。但是目前没有进一步消息说明俄军重新集结了多少部队，以多大的规模，会在哪里边发起反击。所以呢，我们还要等着看俄军什么时候能够止住乌军继续进攻的势头，而且要看是在哪个方向挡住乌军，是在顿巴斯还是在赫尔松。昨天俄罗斯也确实没有一味的撤退和防守，采取的最大反击行动是对乌克兰的一大批发电厂还有变电站进行了空袭，导致乌克兰一度大面积断电断网，据称甚至还影响到了一部分的防空体系。这是开战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针对乌克兰的电力系统进行大规模打击。但是这一轮打击啊，其实也说明了俄乌双方各自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这种打击应该是在战争最开始阶段就进行的，而且理论上呢，是应该以乌克兰的机场、第聂伯河上的桥梁，还有乌克兰的电力系统为目标，全面铺开，彻底的压制住乌军的抵抗和指挥能力。但是呢，俄罗斯的战略打击一直是零零散散，导致现在乌军战斗机还能挂着美国的哈姆反辐射导弹起飞去猎杀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乌军的铁路、公路交通后勤保障到现在也一直没有被彻底遮断，说明俄罗斯的战前可能是过于乐观，没有尽早对这些战略目标下狠手，可能是想着将来这些目标被夺取之后自己也能用。而战争进展过程中，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有点走一步看一步的味道，到现在觉得继续进攻夺取这些个桥梁或者机场不太现实，所以才下了决心。当然，俄罗斯空天军武器装备相对比较落后，妥善率不高，也是客观限制条件。那么这次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进行打击，恐怕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发挥作用，要显示一下俄罗斯还有厉害手段，乌克兰人不要因为在顿巴斯占领一大片地盘就高兴得太早。但是如果没有其他行动去配合，比如说空天军应该持续进行打击和压制，地面部队同时应该发起进攻，那么单一次这种空袭效果是很短暂的，难以发挥真正的战略价值，消耗和收益不成比例。目前乌克兰已经恢复了多数地区的电力供应，所以俄军的打击效果最多会被认为是地面作战不利局面下的一种报复泄愤。而乌克兰方面的问题在于，面对战略打击，防御能力确实是过于薄弱。这次打击电力系统就让全国大面积断电，那么下次一旦俄罗斯决定针对第聂伯河上那些桥梁集中进行打击，并不是没有可能切断从乌克兰西部到顿巴斯前线的弹药和物资保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乌军可能会再次收缩，当然也就没法去进攻扎波罗热还有马里乌波尔，那么俄军南线东西两部分就可以得到稳固而不被切断。尤其现在战线向东推了以后，又是缩短了俄军后勤补给线，加大了乌军的后勤保障难度。所以乌军如果对此有所忌惮，就要加强对桥梁的保护，并且准备抢修力量，准备扶桥，而且要考虑控制进攻节奏，在适当的时间和位置停止进攻，转入防御。说到底，现在俄乌双方都关注的问题是，俄罗斯手上那个最重要的砝码——俄罗斯空天军，到底能不能给点力？